这一送电就烧保险丝，烧坏好几个了。小机器只要一送电不开，直接烧保险丝。这里面2个保险丝，这个已经烧坏了，里面发黑了。烧保险，电流过大，短路。这个电路看起来不复杂，但得捋一下，不捋还不清楚，因为也没有图纸。一般我是直接查保险丝下面的电路，只有保险丝下面的电路出现问题，它才会烧保险。先用电笔验电，确定一下进来的主线都不带电。它这个是进来的3相电，没有零线。先看一下保险丝上面的进线接近了变压器，从变压器出来的，上面有标着 2S 是380输入，22是220伏输出，这个是220的电源线。变压器变出220应该一火一零，它这个就一根线出来。那零线是哪一根呢？这个22和 S 之间是220伏 ，S 是火线，这个 S 和2是输入的380的火线。变压器变出了220和24伏的电源，变出的220这根线经过保险丝，下边线号接了1又过了中间继电器常开触点，又并到这个位置，也是1。这个保险丝下面带了不止一路。1下边压了2路线，还有一路线。看这个1在这儿，这个1和这个 S 线号看不太清就是个 S。那1和 S 就是220的电源，接出了这根线，这是个控制什么的线路呢？会不会是这路线的电器短路导致烧保险丝？我怀疑就是这根线的问题。这是个什么线呢？机器的灯线就是普通的照明灯，220伏的，它的灵活线如果短路会直接烧保险丝。电路是这样的，变压器的输入端 2S 380，输出这个22，它与 S 之间是220伏。22这根线经过保险丝又接出了其他的电路，其他电路还没捋无论接的常开还是常闭触点先不管，先看它这个灯电路。变压器一送电就烧保险，初步怀疑是灯这个线路有问题，或者是灯有问题。下面就拆下这个灯线，测一下看是不是灯电路的问题。这个离不开万用表，把档位打到乘1的欧姆档，调0后先整体测一下1和 S 是不是短路。现在保险丝是断的，电路不通。现在就是测的负载，看看短不短路。看表针100到头，线路是短路的，可以说2根线是碰在一起的你说它连着灯还连着其他的控制电路，那我现在把灯这个线拆下来，拆1根就行。拆下灯以后我再测量，看看还短不短路。还是100到头，跟灯没有关系还是其他电路的问题。灯也要测一下，灯拆下来了就测一下呗。灯这路线没问题，不短路。保险丝下边压了2路我把这2路分开，就是我想确定一下哪一路有问题。在这里直接测这一路与这个 S 就可以了。看表针，这一路是短路的，看看另外一路，这路没问题，那就顺藤摸瓜去找这个有问题的电路，看接哪去了。接到了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，这个继电器不吸合，电路不接通，对它没影响。拿下中间继电器以后再测一下有问题的线路，测1和 S 还是短路，它又并出一路在这儿，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触点。这个触点在接触器不吸合的时候，这个触点是导通的。看一下这根线，线号14，这就是刚才测的灯这一路没问题。中间继电器没吸合跟它没关系，交流接触器没吸合跟它没关系。这个交流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是导通的，下边接了个14的嫌疑最大，重点查14，下边标着14，就是这根线，黄绿双色线这个线不是地线。我拆下14，测量这个14线头和 S 之间，表笔对线头没对好，但是可以看出来短路。去找这根线上哪去了，进了设备内部，然后在里面走一圈又出去了。
这是又接了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线进到这里边来了，一个伪动开关，就是要找这个黄绿双色线。往上走了，上面接了个什么呀？一个指示灯。它这里面接了2路线，这个黑线就是220的另一根线 S， 那这个线就是一路火线，所以现在怀疑这根线有问题。这里拆开上面的指示灯，现在在测量这个14和 S， 这个地方有个 S， 表针没动，不短路了，我就是拽了一下线，它就好了。看一下这个指示灯，电源220伏的，一个接14，一个接 S。我现在是怀疑这根线有问题，但是短路在哪短路的呢？这样活动这个指示灯，上下拉这个线，再投这个表针，不定的来回摆，偶尔一下一摆到头，那我就剪断这2根线，把这2根线抽出来，擦干看一下。现在单独测量这2个头，表针是不摆的，反过来测量表针也不摆，也就是说指示灯没问题，是线出现了问题，线破皮了，铜丝都在外边露着，一碰到设备外壳，保险丝就断，就是它的问题。设备外壳是接地的，它和那个 S 什么关系呀？你再看这里有一根线压在了伪动开关后边，我把它拽出来，线也磨破皮了，能看到铜丝。这个线接的 S 应该也是时不时的和外壳碰在一起，这一块如果打铁，设备外壳是带电的。把指示灯的线重新换了2根，把破皮的地方包了一下，先装上一个保险丝，再测量一下 E 和 S。这个电阻是正常的。这个电阻是什么电阻呢？你看我测一下变压器的线圈电阻，是不是吧？都接好了，开机试一下，送上电以后灯就亮了。当然得测一下电压， 2S 之间400伏，E 和 S 之间220伏，当然下面输出也很正常，220。开机看看，运行正常，这样故障也就排除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客户说家里的一部分插座没有电，他按我视频那种方法来测量，测出来漏电，但没找到原因。我先测一下有没有电压，这个插座没有电压。除了这个屋的插座没有电，出来以后厅里边这一块的插座也没有电。用电笔测这2个插孔都没有电。这俩插座没有电，跨过厨房的门，这了个插座，一看这个插座位置就知道是自己后来加的插座。这个插座也没有电，这个插座应该是从沙发后边改过来的，沙发后边应该有插座，里面有一个。先看一下配电箱吧，拿下配电箱盖，直接测电压，看看都有没有电，220伏。在电闸这儿都有，线头也没有松动的地方。其他的电闸都是漏保，就它是空开，一看就是换过的电闸。接线你看，火线下边接蓝线，接个零线，应该接红线，这是导了零火线，这路线有问题，线路肯定是漏电的，所以原来的漏电保护器老是跳，就换成了一个空开，又导了零火线。用着用着，一些插座没有电了。沙发后边这个插座没电，但是它对面那个插座有电，正常使用，到它就没电了。用腕表确定一下，确实没有电压。拆开这个插座，还好是原装的插座，有接头，还一直没测线路漏电。房主说他测的漏电，我再测一下，确实漏电，零线漏电。看一下火线与地线，100到头，漏电严重，这2路线剪断，断开后再测量，这路线100到头，再看一下这路线，没事。断开以后就知道哪路线在漏电了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漏电严重这路线就是从
对面电视柜旁边这个插座拉过来的。拉下电闸，房主看过我的视频，知道怎么去测漏电，但是测出漏电不知道哪一块在漏电。您看这个墙面哦，潮湿。下面就打开这个插座，把插座线拽出来看一下，这是个原装的插座，没改过。刚才测的这个火线漏电严重，在这测一下，零线与地线标准摆，火线与地线。刚才一摆到头，现在摆到这儿，先不管，反正已经确定它是漏电了，直接剪断火线，然后剪断零线，单独来测地线与零线，就是剪断这一根，确定漏电，火线与地线漏电，剪断的另一路火线与地线不漏电，火线与零线不漏。现在可以确定这两个插座之间的线路出现了问题，准备给它换线，看好不好换。轻轻一拉能拉动，太好了。准备给它换个护套线，用墙里边的电线带过去拉过去。这个零线很轻松就拽出来了，可能在里边断了，里面有水。零线在墙里边断头了，直接都烧断了。看看这个火线，那头绑了个护套线，拽的也很轻松。像这种能轻松拽出电线的不多，很多的根本换不了线，拉不动。看一下这个火线，线皮也破了，离火地3根线在地下的线管里面应该是都破皮了，互相之间漏电打火。我想给它换一个护套线，防水能好一点，这种情况走明线更好点。线破皮的位置就在这一块地板下边，下边这一块线管里为什么有水呢？去看一下它的隔壁，隔壁是个卫生间，恰巧这个位置有个地漏，明白了吧？接好所有的电路。现在再测一下这个电闸下面的零火线与地线，看漏不漏电。现在好，房主说他昨天测的都是100到头，现在测零火线都不漏电。另外这个空开得换成漏电保护器，这个漏电保护器是和旁边空调的插座这个电闸换了一下，现在电路都正常了，可以合闸送电。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